青史浩瀚，留名者寥寥。那些被一笔带过，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的人，也都曾真真实实地活过一辈子。此刻，放下今日的纷扰，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遥远的年代，听一个无名之人的故事。隋唐之交，大运河开凿的那一年，江南一个无名民夫降生。他一锹一锹挖出了千年水道，亲眼看着隋朝崩塌，又熬过了唐朝的建立。70年，一条河，一个没有名字的人，这是他的故事。605年，他出生在江南一个连名字都没人记得的小村子里。那年，隋炀帝下了一道诏书，要开通济区与邗沟，直通江淮。消息传到村里时，正是春耕春播，地里正要插秧的时节。村中老人蹲在树荫下议论，说朝廷又要征人了。没有人觉得这与自己家里那个还在母亲怀里吃奶的婴儿有什么关系，但历史就是这样。他翻动一块石头，压死的不是石头，而是石头底下那些连名字都没来得及留下的蚂蚁。他生下来的时候，脖子上就挂着一块玉，那玉成色算不上好，略带青灰，有一道细纹斜斜地穿过去，是曾祖父那辈传下来的。据说是曾祖父年轻时替村里的好友做工，好友赏的。对有钱人来说，这不过是一块边角料，但对他家而言，这是3代人仅有的奢侈品。他母亲把这玉用红绳穿好，挂在婴儿的脖子上，心里想的是，好歹有个念想，别让人忘了这孩子是从哪儿来的。那一年，江南的河渠开始拓宽，官府的人来丈量土地，在田埂上打下木桩，标记范围。村民们远远地看着，有人叹气，有人沉默，有人开始悄悄把家里的次子往外送，送到亲戚家躲一躲，躲过这阵风再说。他太小了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是在母亲的怀里度过了最初的几年。610年，他5岁。那一年，江南河竣工，大运河全线贯通。隋炀帝乘坐龙舟从洛阳出发，一路南下游赏。据说龙舟高45尺，船上楼阁鳞次栉比，香气100里之内都能闻见。沿途官员百姓跪在岸边，山呼万岁。他在村口被人抱着，远远地看见运河的水。他不知道那船有多大，不知道船上坐的人是谁，他只是看见那条河，河水比村里的池塘宽了不知多少倍。水面上飘着花瓣和树叶，像是一条会流动的彩带，他觉得很好看。但大人们的表情不对。运河开通的那一年，村里又少了几个男人，他父亲也在其中。官府说是要征调民夫去充作水手与纤夫，被炀帝南巡之需，实际上去了就再也没回来。有人说死在了河道里，有人说被编入了船队，也有人说逃了，但逃到哪里没人知道。她母亲只领回了丈夫的一双草鞋，什么都没有多余的。官府的出击文书她看不懂，也不想看懂，只知道这个人不会再回来了。那一年，她开始记事，记忆里最清晰的一个画面是母亲坐在门口，一边编草鞋一边哭，眼泪落在手上，但她没有听见哭声。她那时候还不懂，为什么母亲哭的时候可以没有声音。后来他才知道，那是忍到极致的样子。611年到614年，他6岁到9岁。隋炀帝决议征伐高句丽，天下兵役大起，江南也不能例外。村里的壮丁几乎被抽空了，留下来种田的只剩下白发老翁和尚未长成的少年。他母亲白天在地里干活，晚上编草鞋、换洗衣物，什么活都接。他开始帮家里放牛、割草、挑水，瘦小的肩膀早早的就知道了沉重的滋味。这几年，江南并不平静，北方传来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吓人：征兵、死人、兵败，再征兵。村里开始有人逃，有人躲进山林，有人投了叛乱的队伍，但更多的人只是沉默地等。等这一切过去，等日子能重新像从前那样。他的童年没有留下任何快乐的记忆，
不是说没有过片刻的安稳，而是在后来那些更沉重的事情面前，那些片刻显得太轻了，轻到他自己在心里都选择性地忘掉了。618年，他13岁。那一年，隋炀帝在江都被杀，隋朝亡了，江南陷入了一片混乱。先是杜伏威的兵马占了溧阳，接着各地军阀轮番割据，林世宏、李子通、沈法兴，名字换了一个又一个，但不管是谁的旗号插在城墙上，老百姓的日子都没有分别。兵马过境犹如蝗虫过境，抢粮、抢牛拉夫。村里烧了2间屋，死了一个不肯交出司令的老人。侥幸活下来的人把粮食藏在灶底夹墙里，躲在屋里不敢出门。他和母亲躲在地窖里，听着外面的喊杀声和哭声。他的手紧紧握着脖子上那块玉，指节都发白了。他母亲把他拉在怀里，对他说：“别怕，娘在。”那是他第一次看见母亲的眼中有了恐惧。兵马走了之后，村里更空了。以前还能凑齐人手守夜的几户人家，现在只剩下老弱。那一段日子，他学会了2件事：一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躲藏的地方；二是如何在饥饿的时候让自己忘记饥饿。也是在那一年，他开始明白一件事：这个天下，这些皇帝，这些大人物折腾来折腾去，折腾的从来不是他们自己。他们要打仗，就有人去死；他们要修河，就有人去埋；他们要游玩，就有人去拉船。而他们从来不问一声，那些被折腾的人叫什么名字，有没有娘在家里等。他不知道这种想法算不算反抗，算不上，他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，只是心里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声音，在那几年的烽火里始终没有熄灭。620年，他15岁。天下渐渐有了轮廓，李唐在长安站稳了脚跟，但江南仍是各方势力角逐之地。此时江南已渐渐归入李唐治下，但仍不稳定。消息的旧部尚未完全平息，各地的土豪与义军时有叛服，官府的征调也来了，不是征他去打仗，是征他去服役。说是运河的输采，说是漕运的转运，说是某个军需工地缺人，理由年年变，但实质只有一个：你要去，你得去，你不去就抓你去。他母亲在夜里把那块玉取下来，重新穿了红绳，亲手挂在他脖子上。他没有哭，只是说了4个字：活着回来。他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他不敢说话，因为他不知道能不能做到。离开的那天早上，天还没有全亮，母亲站在门口，没有送到村口。他走几步回头，他站着，他再走几步回头，他还站着。他不敢再回头了，他怕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动步子。那是他这一生离开家乡最艰难的一次。621年，他16岁。工地在他从未去过的地方，应该是江南河某段的堤岸施工现场。数千人的队伍，棚屋连着棚屋，空气里是汗味、泥土味和某种说不上来的腐臭。此时江南虽已归附李唐，但战事尚未完全平息。这项工程既与漕运有关，也与转运军需相连。他被编入一个10人的小组，组里都是从各地征来的人。有一个老头子，头发都白了一半，手上的茧子比他的年纪还厚。也有几个跟他差不多大的少年，都是乡下来的，瘦、黑、沉默。就是在这里，他认识了老周。老周比他大2岁，是邻村的，家里有个年迈的父亲，身体不好，需要人照顾。老周来服役，是因为家里实在凑不出带役的庸调布帛，只能人抵。2个人相认之后，话并不多，但每天上工、下工、吃饭、睡觉，日子久了，那种同乡的默契就慢慢长了出来。不需要太多语言，只是知道对方是从哪里来的，知道那个地方的水土和口音，这就足够了。
工地上的一天没有尽头，天不亮就要起身，踩着泥水走到工地，站在没过小腿的淤泥里，用筐子一筐一筐地把土运上去。没有工具就用双手，没有休息，吃饭的时间也算在工时里。监工拿着鞭子走来走去，谁动作慢了一点，鞭子就落在谁身上。有一次他踩进了泥沼里，差点陷到腰，那一瞬间他觉得整个人要被吸进去了，旁边没有人注意，也没有喊叫，只有他一个人拼命挣扎，手指甲扣进泥土里。最后是老周伸了一根竹竿过来，把他拉了上来。上来之后，两个人沉默地继续干活。老周看着他说，想活着回去不？他点头。老周说，那就别在泥里站太久，脚麻了就动一动，这帮人不把你当人看的。他没有回答，只是使劲地点了点头。死亡的来临总是比活着更突然，那是同年年末的事。工地一次塌方，老周在的位置正好在下方。他听见喊声的时候，回头只看到一堆泥土和压在下面的那个人。老周被拖出来的时候，人已经不行了，血从他的嘴角流出来，眼睛却睁着，看着他，像是还有很多话没说完。他蹲在那里，握着老周的手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老周的手抖了抖，轻轻地拍了拍他的手背，然后说了一句话，声音很轻，很模糊，但他听清楚了。老周说，帮我照顾爹。他点头，他说，我答应你。老周笑了一下，很淡的一下，像是松了一口气。这个笑在他心里留了很久，久到后来他自己都分不清这是记忆，还是他后来自己想象出来的。老周死的那天，工地没有停工，棺材是几个老乡凑钱买的，草草埋在了河岸边，连个碑都没有。他站在那个小小的土堆前，觉得自己身上多了一样东西，不是玉佩，不是那些看得见的物件，而是一个无形的重量压在他心口，让他不敢死，不能死，死不起。627年贞观元年，新登基的皇帝励精图治，下诏放免，裁减了前朝遗留的大批徭役。他在工地上熬过了最艰难的几年，终于等到了放遣的机会。那一天，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出工地的，只记得走了很久很久，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子，两岸的运河在月光下闪着微弱的光。他没有坐船，也没有骑马，就是一步一步地走，好像只要停下来就会被重新抓回去。那一年是628年，他23岁，天下大体上已经平定了。他回到了家乡，村子的模样他几乎认不出来了。以前村口有一棵大榕树，现在只剩下一个树桩。有人说是被雷劈的，有人说是被人砍了，拿去当柴烧了。以前的田埂拓宽了，变成了官道的一部分。以前的房子有30多户，现在只剩下10来户，而且都是老人和寡妇。他站在村口，不敢往里走，直到一个老汉从屋里出来，看见他盯了很久，突然喊了一嗓子，是那家的孩子，是老二回来了。他才敢迈步，母亲还在，但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那个模样了。他瘦了太多，瘦到认不出来，头发几乎全白了，眼睛也不太好使。见他回来，一开始竟然没有认出来，只是问，你找谁？他跪在门口，膝盖碰到泥地的声音他现在还记得。他叫了一声娘，他才慢慢抬起头，眯着眼睛看了很久，突然就哭了。他哭得没有声音，就像当年那样，但这一次不是忍着，是实在忍不住了。他用那双已经不太灵活的手搂住他的脖子，摸着他的肩膀，确认他是真的，然后一遍一遍地说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他把自己脖子上的玉摘下来，放回他手里。他摇头，又把玉塞回他手里，说，留着，你活着回来了，他就得带在你身上。
6在35年，他30岁。那一年母亲去世了，走的时候很平静，像是睡着了。他在离开前的几天，突然跟他说起父亲的事，说起当年他一个人把他拉扯大的那些年，说着说着就累了，然后就躺下了，再也没有醒来。他没有哭，不是不想哭，是觉得哭没有什么用处。他烧了水，央求村里仅剩的2位大娘帮母亲擦了身子，换上了干净的衣服，然后去找了村里的几个老邻居，帮他把人入殓了。埋葬的那天，天很好，风也不大，像是母亲这一生从不麻烦任何人。他跪在墓前，没有说话。他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这些话在心里闷了太久，闷到他自己都忘了该怎么打开，只是在心里默默地念了一遍：娘，我回来了。但回来晚了，他没有忘记另一个承诺。老周的父亲还在，虽然不是亲生的父亲，但既然答应了，就得要做到。他用自己会的手艺，那双在工地上学会了怎么使力的手，开始帮村里的人干活，挣口饭吃。他不饮酒，不博戏，不与人争执，所有的东西都用在该用的地方。有一年，他发现老周老爹的屋顶漏了，他拿了自己的口粮去镇上换了几斤铁钉与几把篾绳，花了3天把屋顶修好。老爹知道他不是自己的儿子，但每次他来都拉着他的手，不说感谢，只说别走，坐会儿。他坐，有时候坐在那里听老人讲一些过去的事，老人讲着讲着就睡着了，他就坐在那里看着窗外，等他醒过来。有时候老人不讲，只是呆呆地坐着，他也陪着。这样的日子他过了很久。670年代，他65岁之后，他身体渐渐不行了。年轻时的苦都在骨头和关节里留下了痕迹。下雨天腰就疼，冬天双手发麻，走远路开始喘不上气。村里的人有的走了，有的死了，年轻一辈他大多不认识。他也不太认识这个新的时代了，只知道天下还是姓李，但隐约也听过城里回来的年轻人提起，如今长安城里除了皇帝，还多了一位厉害的天后。他想，这与他无关了。他继续种那几分地，不多了，够吃就行。每天早起，看着太阳升起，然后下地，日子过得很慢，慢到他自己都没有察觉衰老是什么时候来的。有一年，一个行脚的书生经过村里，问他：老人家，您这一生可有什么值得说的事？他想了很久，摇了摇头。书生做了一揖，叹口气，以为只是个寻常的龙母老翁，便作别离去。他看着书生的背影，突然想说一句话，但想了想又没有说出口。他想说的是，我这一世答应过的事都做到了。675年的某一天，一个寻常的清晨，他早起，觉得天气不错，想去田里转一圈。走到田埂上的时候，看见田里的禾苗长得很好，轻轻的，静静的，在晨风里轻轻摇摆。他在田埂上站了一会儿，感觉有些累，就在一个小土堆上坐了下来。坐着坐着，他看见远处的运河，那条河1000年了还在流，两岸的风景换了又换，但水还是那么流住的。他想起很多年前，母亲把那块玉挂在他脖子上的那一个早晨。他想起16岁离开的那一天，天还没有全亮，母亲站在门口，没有说再见。他想起老周的手，拍了拍他的手背，说：帮我照顾爹。他想起那条河，他的手指在记忆里触碰着那些时刻，洼河的泥水，淤泥的气味，鞭子的声音，老周的血和母亲的眼泪。他抬起头看了看天，天很蓝，云很淡。他想，这辈子够了。然后他闭上眼睛，像睡着了一样，在那个小土堆上安安静静地离开了。他死的那天没有人知道，直到傍晚，
村里的人发现他没有回家去找，在田埂上找到了他。发现的时候，他的嘴角似乎有什么样的表情，说不上是笑还是平静。村里的人把他埋在了他母亲的墓旁边，不立碑，不刻字，运河的水在他身边流了千年，声音从未停过。但那些在河底沉下的人，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，他的名字也在其中，但他活过。他用70年的时光完成了2个人的嘱托。他不是英雄，没有丰功伟绩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男子，在那个时代的最底层握紧了自己的尊严，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最后。他的名字没有留在任何史书里，但他活过。晚安，好梦。